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麦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。老麦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硬核的内容啊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咱们来一起聊一聊如何使用走后门，也就是 backdoor 来存美国的养老金 Roth IRA。首先呢，在之前的视频呢，咱们已经介绍过 401k， 也就是企业领头的这个退休账户。还介绍过 Traditional IRA、Roth IRA， 也就是这两种个人领头的退休账户啊。如果还不是很熟悉这两种退休账户的区别的小伙伴呢，建议大家回去翻翻我之前的视频，因为咱们之前视频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。今天呢，咱们就不在这里继续的赘述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咱们重点来说一说如何利用走后门这个技术，也就是所谓的 backdoor 来做 Roth IRA。那这个视频呢，我想分为这么几个部分啊。首先，第一个部分，咱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可以使用 backdoor 的方式来存 Roth IRA。第二个部分呢，咱们直接就说它是如何操作的。第三个部分呢，是有关操作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。那咱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。首先，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有的人需要通过 backdoor 的方式来存 Roth IRA。其中的原因啊，其实真的很简单啊，就是因为收入太高了。如果是一对结婚的夫妻，然后以2021年的标准，家庭年收入在20.08万美金以上的话，那就失去了存 Roth IRA 的资格，失去了享受 Roth IRA 的这个福利啊。如果收入可以达到这个水准的同学呢，那恭喜你啊，你已经超过了美国90%的人的收入，是真正的进入了 top 10%。那你们呢，不但真正的在美国站稳了脚跟，而且呢，还把90%的美国人踩在了脚下。之前每一个挑灯夜读的夜晚啊，坐在教室里复习 GRE、GMAT、托福的这种寒窗苦读，以及在美国能够找到一份工作的不易，还要抽签啊、H1B 啊什么等等吧，这一切才换来今天如此优秀的你，这绝对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。那 Roth IRA 的 contribution 呢是 after tax， 然后 Roth IRA 的盈利，也就是比如说你买了股票啊，股票的这部分盈利呢也是免税的。所以说呢，存在 Roth IRA 这个里面呢，就完全不需要担心未来的税率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 Roth IRA 这么吸引人啊。那日积月累，特别是退休金这样的钱，你30多岁的投资其实是为了60多岁的自己，日积月累呢就会省非常多的税。但是由于收入太高了，存不了的话，就可以通过走后门 backdoor 的这种方式来存 Roth IRA。第二点呢，大家要知道的是呢，这种 backdoor 的方式呢是完全合法的啊。这其实啊也是在钻算法的空子，可以说呢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，所以大家放心大胆的去存就可以了。下面呢，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操作。其实啊，也是非常的简单啊，只需要3步。第一步啊，就是你需要开2个账户。第一个账户呢是 Traditional IRA 账户，然后呢，你还要开一个 Roth IRA 的账户。这2个账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，就跟平时你在银行开了2个账户一样。那 Traditional IRA 的账户和 Roth IRA 的账户呢，各大券商都可以开，比如说 Fidelity 啊、Vanguard 啊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当这2个账户开完之后呢，也就是第一步操作完成之后呢，你的这2个账户啊都是没有钱的，也就是 balance 啊都是0。那下面呢，咱们就来操作第2步。第2步啊就是存钱。那往哪儿存呢？当然是往你的 Traditional IRA 里面存钱了啊。咱们之前说了，因为收入太高，没有办法直接存 Roth IRA， 所以没有办法走正门，只能把钱呢先存在 Traditional IRA 的这个账户里。那么存多少呢？根据2021年美国国税局的规定啊，每个人每年最多可以存6000美金。那从你发出这个转账的申请之后，broker呢几乎是在3到5个工作日之内就会到账。当你完成这一步之后，你的 Traditional IRA 的 account 里面就会有6000刀，然后你的 Roth IRA 里面呢依然是没有钱。这之后啊，就是咱们的第3步。第3步呢，就是 Traditional IRA 转到你提前开好的 Roth IRA 的账户中。这个呢，也叫做通过这种后门的方式，把你的 Traditional IRA 转换成 Roth IRA。
那具体的操作呢，其实是有2个办法的啊。第一种呢，也是我个人比较常用的办法，就是通过你在券商网站上，这个 login 进去以后，直接 transfer， 直接转账就可以了。这个就跟你有2个银行账户之间互相转账一样简单。第二种方式呢，就是如果你是新手，而且是第一次操作的话，其实你是可以直接给你的券商打电话的。比如说你的券商是 Vanguard， 他们都提供这种就是咨询服务啊，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们说你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转账，他们呢就可以手把手的教你如何把Traditional RA 转成 Roth RA， 也是非常的简单和方便。操作完了这一步，你的 Traditional RA 的账户的余额啊应该是0，你的 Roth RA 呢就应该有$6000了。这样你就成功的通过这种走后门的方式绕过了收入的门槛，成功的存在了 Roth RA 里面。那之后，如果你 Roth RA 买卖股票啊、赚钱啊什么的，就不需要再缴税了。操作如此简单，但是啊，我也想在这里给大家提2个比较小的建议，以避免一些税法上面不必要的麻烦。第一呢，就是建议大家这个 Traditional RA 和 Roth RA 啊使用同一个券商。咱们在第一步的时候就说过啊，你要同时开2个账户，那一个是 Traditional RA， 一个是 Roth RA。我在这里呢，建议大家把这2个账户啊都开在同一个券商下面，这样操作起来转账什么的都比较方便，而且速度比较快，避免了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，而且你自己也省心。第二呢，就是从 Traditional RA 转成 Roth RA 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快，千万不能等，最好呢是在24小时之内就完成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主要是因为啊，你的 contribution 从一开始你银行转出来的$6000多，长期放在 Traditional RA 里面的话呢，它是会产生利息、产生盈利的。如果是这样，就会触发 pro rata rule， 是十分的麻烦啊。咱们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你有$6000在 Traditional RA 里面放了半年，结果现在变成了$6100了，那你这$100的盈利啊就要交税，因为你在 Traditional RA 这个账户里面。等你年底报税的时候呢，就会非常的麻烦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随时都要盯着。如果你想走 backdoor 的话，如果$6000到了 Traditional RA 的账户里面的话，立刻最好是在24小时之内就转成 Roth RA， 这样呢，你的盈利呢就不需要再交税了。同时啊，你的 Traditional RA 的账户也就清空了。这种操作其实非常的清爽啊，同时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那说了这么多，希望我们的视频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，也希望大家呢能给我们来一个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素质3连。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，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，或者是发私信给我们。希望大家都能努力工作、认真理财，早日实现财富自由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